这个家伙刚刚出去玩，好像带了一只野生的回来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？就在这个竹林里面，也在叫，但是声音被盖过去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兄弟，赶紧闭嘴，让我听一下那一只野生的具体的方位。你好吵啊！这一下是彻底听不到了。野生的胆子特别小，估计是被它吸引过来的，应该还在这一片竹林里面。我的个妈呀！长期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我的耳朵都会出问题，耳膜被震得嗡嗡的。还在叫，给我闭嘴！这一下彻底安静了。看这个嘴巴，又该剪了。反正面包虫它吃不到，除非给它搞黄粉虫。我给它搞一点面包虫，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嘴巴啊，虫子在眼前，吃不到啊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带回来之后再也没有放生呢。我每天给它放的饲料都放特别多，就怕它吃不到。嘴巴其实剪了这个面包虫，它还是吃不到，不过稍微好一点。来吧来吧，每个月定期给你做美容。嘴巴又给它修了，现在上下长短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有问题。那时候我解救它之前，我看到它的那一刻，我也有所怀疑，主要就是因为它嘴巴断了，所以说长得和以前不一样的。当时我还在想，这是不是我放生的那一只？不过从它看我的状态，很明显它认出我了，所以说我确定了它就是那一只，只不过是嘴巴断了，具体怎么断的到现在不清楚。嘴巴即使给它修了，它还是吃不到面包虫，所以我每次都给它买黄粉虫吃，因为黄粉虫的块头特别大，吃饲料就没问题，因为每次放的比较多，只不过吃一半掉一半。现在放生都不好放喽，它的嘴巴这个样子，我都担心放出去直接饿死了，搞不好它就要一直白嫖下去的，实在是没办法呀。而且这2天开始，感觉它又疯了，特别喜欢追我，只要是我一跑，它就在后面疯狂的追呀。可能是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，要不是担心最近猛禽太多了，还有附近的猫太多了，它又不爱飞，我就直接给它放在这附近不管它了。反正外面我每天放的都有食物，给鸽子吃，还有鸭子，所以饿不到它。主要这家伙太傻了。哎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的耳膜都快震破了，赶紧跑，让它自己晒一会儿太阳吧。好像小鸭子又掉到坑里面去了，看母鸭子给急的。哎，这该死的公鸡，你干啥呀？等一会儿就把你给红烧了。已经发现小鸭子了，应该是从上面掉到下面去，摔了一跤，然后就爬不起来的。从小它就是这个样子。是不是有人好奇，如果它摔了一跤，正好我们又没看到，它是不是一天就起不来了？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总有一个角度能让它爬起来。看把鸭妈妈急的，只要是孩子一丢，它就开始制造噪音。来，放在地上，看你起得来吗？其实只要是有着力点，它躺一会儿就自己起来了。而且多数时候母鸭子会辅助它，所以它起来还是挺容易的。另外一只鸭宝宝，哎，真的是一言难尽啊，这长得。带大家看一下，如果小鸭子起不来了，鸭妈妈是怎么辅助它翻身的。小鸭子只要一倒下，鸭妈妈马上就会过来，躺在它旁边守护着它，然后会用身体靠近它，这样它就有一个借力点，就可以起来了。母鸭子也会反复的跑开，引导小鸭子能自己爬起来。不过需要母鸭子的反复引导，加上小鸭子自己使力，经过多次之后就会自己起来。母鸭子还会用嘴巴去扯它的羽毛，想把它拉起来。不过这只小鸭子现在太大了，以前还可以拉得动，现在的体重可能和母鸭子差不多了吧。现在再试一下这一只大号科尔鸭，也就1个多月大。我要不说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很多人都以为它是鸭妈妈呀？块头已经比鸭妈妈大了一大圈儿。试一下它的身手，哎，这一下就起来了，不存在翻不起来呀。这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小鸭子摔跤之后是怎么起来的吧？
之前有粉丝担心小鸭子摔跤之后会不会起不来就死在那里了，不会的，辅助太强了。现在我手里还有8只科尔鸭，这里有6只。豆芽在孵蛋，3号被我关起来了，它出来总是欺负这帮小鸭子。这一只小鸭子之前被3号打的，钻到石洞里面去，一天都不敢出来。所以说等再大一点再让它们汇合。最近鸭子也没有下蛋了，所以说送蛋就告一段落了。等以后有了继续给你们送。这几只我就自己先养起来了，还欠光明哥好几个小鸭子嘞。等豆芽孵化出来了，到时候想办法给光明哥送过去。今年送出去的蛋，送得早的有几个都已经孵化出小鸭子了，后面的基本上80%都受精了。还没领到的，等以后有蛋的再给我发信息。最近是真的没有了。前段时间我家这一只单身母鸽子疯狂的下蛋，而且试图搞孵化。为了满足它的愿望，我就给它搞了一颗鸭蛋让它孵化。没想到它孵化鸭蛋还挺认真的。考虑到鸭蛋的孵化周期太久了，所以我就把孵化器里面最后一颗孵化了10几天的受精蛋放到鸭窝里面给它孵化，大大的缩减了时间。同时为了保证它孵蛋的安全性以及小鸭子出生后的安全性，所以我决定把鸟窝放到笼子里面。这只鸽子的母性特别强，蛋放到窝里面它就开始孵化。孵化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加上孵化器和鸽子的时间一起有23天，小鸭子已经开始在着壳了。母鸽子在孵化鸭蛋也特别认真，它丝毫没有察觉这压根儿不是鸽子蛋。除了吃东西、喝水、洗澡，其他时候都在窝里面安静的孵化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再过来看一下，这个鸭嘴特别明显，都看得到吧？这鸽子孵蛋也挺靠谱的，我发现最近我家这帮小动物孵蛋一个比一个靠谱，挺好的。3只小鸡现在在鸽子笼顶睡觉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个豆芽今天晚上居然在上夜班，孵蛋也搞得这么认真的吗？不过从它这几天开始认真孵化之后，就再也没下过蛋了。没有领到蛋的兄弟可能要等等了，最近我预计他们都不会下蛋了。又是新的一天，破壳的速度很慢，我预计要到明天了，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吧。第25天的时候，小鸭子已经出壳了，是一只小黄鸭。25天也是比较符合科尔鸭正常出壳的一个阶段。趁着母鸽子下班的时间段，我来看一下小鸭子身上的羽毛还是湿湿的，这个时候需要母鸽子来给它保暖，一会儿的时间就干了。母鸽子已经回来了，正在看着它奇怪的孩子，不过好像也没有发现这不是小鸽子啊，而且它还试图给小鸭子喂鸽乳，太有意思了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我过来一看，小鸭子的羽毛已经干了。我计划明天就把它放到保温箱里面养起来，因为答应送别人的小鸭子数量还不够嘞，所以说就把这一只送人了。今天暂时就让这一只小鸭子和它的鸽子后妈先相处1天，如果这鸽子还搞孵化，再送它1枚蛋，让它好好孵化带小鸭子吧。这也总算是圆了这一只鸽子孵化的梦想，不过刚孵化出来就要分离了，毕竟一个是在天上飞的，一个是在水里游的，一个吃小鸡饲料，一个吃鸽粮。嘿嘿嘿。